在几个月前，这是我直播刚开始不知事情严重性的样子。随便啊。天空火箭。而这是我开直播第49天的样子。为了替我即将出道的 VTuber 们筹集到更多的发展资源，我会进行一个只要观众抖内或达成特定条件，就会延长观台时间的直播。这意味着在未来的一段时间，我将会失去正常人的生活模式，并且被荧幕前的观众监视关于我的一切。正是因为这样，为了可以短时间内吸引到更多观众，神秘嘉宾，我请了真来帮我化妆，作为这次加班台第一个吸引观众的企划。老实说，我真的觉得很好我觉得他有需要罗文的精髓。不愧是美妆 YouTuber 的男朋友。其实我是有2个原因要开加班台。第一点是，其实加班台简单明了，观众会想要抖内嘛。这次抖内虽然只有30块，但刚好多加班2分钟，谢谢 Chu， 谢谢 Chu。然后再来第2点是，因为今年我都在忙 VTuber 女儿的事，导致我直播内容其实相对的变少很多。我想说，透过加班台能够让我的频道多一点更多的内容。观众似乎对第1天的化妆企划十分满意，所以来到第2天，我准备了更多的企划吸引观众，例如按摩。我到底在播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跟秘密厨房。你要吃吗？我们参考蛮多国外的实况组的，像是开 Snap， 然后他每一天其实都过得蛮丰富的，就是每一天都会有一个小型挑战，然后剩下的时间可能就是他在跟他的观众聊天，跟正常的玩游戏，然后顺便也想要找回一下以前的感觉，就以前创作那种纯粹的感觉，就是做一个很简单的事情，然后观众会喜欢。但就在第2天准备结束，打算去睡觉的时候，我突然收到来自西兰的电话。Yo，What's up？What's up？ 你感觉如何？你这刚开始直播，加起来就12天了，你好辛苦啊！哦，对啊，很奇怪的是，第1天的时候只剩6天，然后第2天剩9天，现在剩12天。喂，这不是你第1天？我已经开3天啊，真的？对。那时候你不是有说那个你会去日本吗？因为其实你去日本，我是蛮想可以碰个面吃个饭的。如果我还在加班的话，我就飞过去找你。我觉得这会是一个超级搞笑的一个主意。Alright， 反正呢你一直都在，我就有事没事啊挑你一下。哦，行啊，怕你加班很孤单。谢谢你，要一起玩游戏。有我在。为了继续保持加班台的新鲜感，在第3天的时候，我们以恐怖箱作为这个礼拜最后一个企划。然后我要放哦，千万不要有大动作。这第2个不能有大动作，1、2、3都不能有大动作。你准备好了吗？好，我知道小念一定会搞我。我刚才讲我没有什么上限，只要不会伤害到我就好。我下去了，各位观众。好，可以。他把仙人掌我去摸到的时候，他还让它动，还假装那个是什么虫的，他在动我。我还在想那个很像是那种身上很多铠甲的昆虫，所以那时候我才特别的怕。我要心脏停了。我那时候在思考，因为我觉得直播最重要的其实是回馈反应，而且我觉得放火的回馈反应是大家会非常喜欢的。我觉得大家应该会是玩得很开心的，然后我们也会赚得很开心。1连数日的直播企划，如果是以往，我已经一早撑不住放弃了。但幸好这次得到了一些精神上的动力，而这一切是有关我生日那天加班台发生的事。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好啦，真的，我就许一个愿就好了，希望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。各位观众，我们比耶啊，比个耶，比个耶。好嘞，1、2、3。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！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我直接开吗？我打开了。哇！咚咚！这个我超喜欢的，我真的没想到他会送我 Gura 这一支。我有特别跟苏菲说，就是不用破费帮我准备生日礼物，来给你们看一下。但是他还是送的，谢谢。庆祝完生日之后，的确令我更有动力进行枯燥乏味的加班台。但正因如此，在加班台的第11天，同时也是苏菲生日这天，我的心情开始变得忐忑。我有点内疚，就是内疚的点是，我要用工作的心态来陪他过生日，而不是真的就是陪他生日的感觉。我自己想象是陪情侣过生日这东西更私下一点点，而不要有个镜头在前面。所以那时有问他说你想怎么过生日，然后他就提2个，就是他想要吃好吃的，然后他想要玩双人成行，他想要的生日礼物也跟我直播内容有关，就其实也是在工作了。就看到他以往的记录，我一开始已经蛮有心理准备，因为一开始是我建议他要不要直接6月1号开始加班台的。他在加班台的期间帮我过生日，蛮开心的。观众他们知道是我生日，然后也收到很多祝福。
看到那个留言一直刷，无时无刻那一天都超级多人说生日快乐，就其实很开心。他真的很体谅我了，不管是我在直播中，或他可能看到我太累，他就会想要跑过来跟观众互动一下。对，这次加班台很体谅我，谢谢你。对，因为得到苏菲的体谅，在我内心不断累积的内疚感终于得到抒发。于是为了让加班台的气氛回到一开始的状态，巨大化珍珠奶茶就成了第12天的企划。我捏出来球那么大，我原本以为会失败的，但结果煮完之后，它看起来真的就是巨大化珍珠，然后看起来超好吃的。哦，可以吗？那现在来到我们最重大、最重要的一个时刻，就是我们的巨大化珍珠奶茶是否成功？最大的问题是想要试着把那珍珠吸起来，但是在吸的时候又会一直在喝到奶茶。等一下，你吸的比例跟它降下去的比例是成正比。我觉得比我想象中好玩呢。我感觉真的在玩一件事，而不是我在拍片做企划。就我蛮享受在其中的，因为像以前拍 YouTube 影片的时候啊，就会觉得我就是在做个题材，我是为了订阅。这次我感觉我更享受在那其中里面，就是我更享受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，而不是只在最后的一个地方。是不是比我想象中好玩？感觉回到以前拍片的感觉，还不用拍8分钟影片的时候，就可能影片一个5分钟，我们真的在玩一个很短的精华的那个时期的感觉。为了让观众在我睡觉的时候也不会对加班台感到无聊，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。因为那时候其实跟苏菲过完生日之后，我已经充好电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觉得给大家增加一个乐趣好，我把抖音影片打开。我至少觉得啦，我起码想要用很满的表演状态给大家，让大家可以真的点进来说，哦干，看我怎么那么嗨啊，然后一直都有这感觉。哎呀，你吓死我了！不过因为没有睡觉，然后前面的能量又放那么满，尊又来，我又过生日，然后我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开大家抖内让大家做效果，就我没有一个真的好好休息的时间，所以特别的累。对，我现在其实是蛮担心他的，因为就是我觉得他的能量炸得好满，他很尽力的想要把表演做好，然后让大家很开心。你看来讲，我觉得是很 OK 的，但是我很担心他撑不住2、3天。我太累了，但先观察一下吧，只能先观察一下。在经过1天又1天的睡觉抖内之后，我已经没有动力做任何企划。但为了令加班台不会流失大量观众，我还是选择进行看似能减轻身心负荷的抖内 Minecraft 环节。不要死啊！死我要加时间。那个时候我在研究一些直播的时候，看到抖音有一个直播是马里奥的游戏，然后只要有人抖内就会放这个图片。然后那时候我就跟范伟聊说，那有没有办法，就是我们找一个观众很熟悉、很经典的游戏？然后那时候讨论说有 Minecraft，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找了水汽啊、星河啊，我们去请他们帮我们设计一些程式，就是只要你抖内就可以增加那个 Minecraft 的难度。这是什么？我那时候的想法是，反正有钱赚应该还好，但我后来没想到的是，就是他可以用非常便宜的币种，然后就达到一个超级夸张的效果，就是，一次召唤500只杜鱼，正常的价钱可能是7500块，但他可能就150块就可以达到，然后疯狂洗那个东西。等一下，基本上前面1小时收集的物资会在1分钟之内瞬间全部不见，等于说我开了好几个月，我每天都在重新开始。就在抖内 Minecraft 进行的数天期间，我留意到尊的频道发布了一个有关小玉的影片。我们等一下看完，我们再来玩 Minecraft。好，跟我们就来看吧。小玉的那个影片跟尊的影片，我心情超复杂的。他们当下拍的那影片，我第一个反应是为什么我没有在里面？这应该是小玉最后一次出现在镜头前，然后我觉得我居然没有办法参与到其中。你今天会遇到的事情很我们经历了真的蛮多东西的，像我们一起拍 MV， 我们一起吵架，感觉什么大风大浪都经历过，然后到最后，他可能在镜头前出现，最后那一刻我居然参与不到。他们当然是替我着想了，但我觉得很遗憾，就是那个遗憾是真的，可能一辈子再也没办法去还原的那个遗憾感。哦，等一下吧，不要哭啦，他又不是死了。我知道啊，只是我觉得我只是一直在逃避这件事而已。不要逃避啦，这是我的感觉啊，所以那时心情真的很崩溃，觉得加班台已经有好一段时间没有做任何大型企划，以我目前的状况，只能选择像 Trickshot 这种比较简单的企划进行。那时候选 Trickshot 挑战是因为很早期的那个 YouTube 是很红的一个题材，然后点阅都很高，我就觉得这是蛮怀旧。然后我以前想要拍，但是我后来没有拍，就想说我这次在加班台的时候去试试看。然后我想要是乒乓球的。
区下这种事情，其实是要先抓好我弹的那个角度的。我在做桥位这件事的同时，我很在意聊天室，觉得我应该跟他们互动，应该跟他们聊一些什么东西，就不要让他们就只是看着我在敲那个东西而已。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。我就感觉你像在做这个企划的时候，你像太死人，我会有罪恶感，我就不想死人台，你知道吗？还有一件事是我那时完全没想到的是，乒乓球那个弹地板的声音啊，会吵到邻居。所以那时候我在地上铺毛巾，但我还是会担心这个会有咚咚的声音，毕竟楼下也有住户。等于说我一次在做这企划时，有很多复杂情绪混在一起，有着我不想死人台，同时我想跟观众互动。哦，抱歉，我忘记开聊天室了，我先看一下你们说什么。不想吵到邻居，所以很难去抓一个效果的平衡点。这点给我蛮困扰，让我觉得我没有想好这整件事情，有点愧疚。花了几小时的区下挑战终于完结了，但我同时也意识到自己情绪方面出现了问题。我觉得现在状况应该不太好，我已经有点把整个加班台当成感觉在上班一样，我把我能量都榨干的感觉，就变成说可能前面观众只要有给我说什么很好笑的梗话，没有抖内，我就给个很大的反应。但一直这样连续持续了19天，每一天24小时不断都在镜头前面，我都要这样做的时候，我有点感觉内心少了点什么东西，你知道吗？那个能量直接被炸到干掉，什么都没有。过了几天之后，我决定正视自己的情绪问题，于是找了我的好朋友阿斌来一起进行区下挑战，并尝试分担情绪。还有带个乔千里给我，各位，我还不知道是什么，因为我想说让他给我惊喜。时间太多了啦，一直找错门。啊，你给我乔千里是什么？我看你很久没有喝酒了，所以我送你最爱。找阿斌来是因为阿斌看到我在做那个区下挑战嘛，我就想说，那我做个辩题好了，我区下挑战加上喝酒，我就找他一起来玩。在区下挑战完结后，我因为有些事要处理，必须暂时从镜头前离开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阿斌竟然开始修改我抖内轮盘上的惩罚内容。这个轮盘直接改变了我加班台的整个后续，变得超暴走的，而且这个轮盘还让我原本可能可以结束的，就突然再多个2、3天。屁啦！睡啦！屁啦！更让我意想不到的是，阿斌竟然在轮盘上写了一些夸张到难以实行的惩罚。飞去找西来，括号带上小聂，这样完美了吧？100分。我觉得我们应该要适时的谋取自己的福利。为什么？因为员工福利自己争取，对吧，阿斌？还有阿斌，还有一格，苏菲也有，还有谁？还有谁要去？还有谁要去？尊，绝对不可能转到的。其实有个前提是要转到这个条件的话，观众是要先抖那1500块，然后达到小转盘。Benta 也是我们新转盘的玩家，他搞不好有机会拼到大转盘，对吧？然后小转盘里面有个选项是大转盘，来吧，我开转喽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然后他们要转到大转盘之后，又在大转盘再转到那个很小的出国选项。大转盘 ，OK， 我就不可能转到了。OK。我的事情超复杂的，就是我复杂的点是，我加班台目的是赚钱，但我这次出国是要把我基本上赚的钱，我要赔个10几20万，我觉得感觉有点多，但同时我其实也很想要放松，我很想要就是我好想休息，我好想要去见我的朋友，跟我朋友一起出去玩。那时候转到的时候，终于可以这是个超好的理由，我终于可以放松。加班台已经不知不觉到第30天，我打算用一个观众意想不到的企划吸引眼球。来吧，我们来换一个化妆师。我今天特别请了一个化妆师啊，各位，化妆师小千。这个铜像其实我预期的加班台最后一天，就那时候的化妆师啊、妆发以及团队啊，那时候我是预定的，这是最后一天，我把他们请来的。就是因为我想要在最后一天做一个很酷的企划，就是我想要当个街头艺人，但是在直播中的街头艺人在我家中，然后你们要懂那种才能懂，我觉得这个画面很好笑。貌似更新价格300块起跳，可以坐地喊价，对不对？吵架。就单纯这样而已。像我 IG 有发文嘛，很多人我加班台赚很多，对啊，赚到我身上都铜臭味，铜像。其实这场铜像直播已经无间断的进行了5个多小时，但我竟然觉得异常的轻松。我不管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随便的，就。这次出国前的那个期待感啊，我真的很久没有那么觉得出国是个很珍贵的事情。那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啦，就是都要出国了，我是蛮开心的。我在期待这件事。我这次出国还有2个超级大的期待，就是其实在加班台那期间，我一直去健身，然后我每天吃的都是健康餐，然后其实吃的真的很痛苦，感觉自己很像吃东西已经不会有期待，感觉只在补充能量而已。对。但去日本之后呢，我就可以吃我们超爱吃那个鸡面，然后以及日本的各种美食。也许我在出国的时候的飞机上或计程车上，我可以就看着小说，然后让我好好的整个人放松下来。
加班台的时间在没有任何大型企划的情况下，一天一天的过去。就在准备出发的前几天，我打电话给西兰，并告诉他会去日本找他的消息。你可以看到我画面上有个大转盘嘛，对不对？里面有个选项是我要飞去找你。哦，对，我要带着小聂、带着苏菲、阿斌跟尊，我要一起去找你玩。来这个南极，因为我现在在南极。你说听到那个雪的那个声音了吗？那个是暴风雪这一边。那是企鹅。啊 ，OK， 那到时候我们日本见吧，对。OK， 你不来南极。OK， 理解。我只跟你说一下，那我们日本见，那时候。好，拜拜。对。我们到了吗？到了吗？快了！哦！哎呀，哎，这个蛋超好吃，上次吃的超好吃。我让你们试一下。Oh my god！ 在过了一段时间后，终于吃到我朝思暮想的鸡面。味道一样吗？干杯！这是。Day 2，我们今天这是什么镰仓吗？没有，这边是台中。现在我们要去《灌篮高手》的场景。哪一个？对，所以我们等下要去这个地方。哎，你刚好。Oh my god， 这个人太多人了吧？啊！那经典的。那样子很像。哇！然后来到海边了，为了《灌篮高手》。哎，这边超级多人在那边拍照，这应该就是著名景点吧？哎，所以他那时候做什么动作？他就是背对着。从这个，只要背个东西，然后这样做。出来了。有拍到吗？好，我拍车了。那就有。在旅游最后一天的时候，我选择约朋友一起去东京的哈利波特影城。谁会讲日语？谁会讲日语？对。现在我们要进入电影里面，给你们看我的表演。你说你是一个想成为演员的人是吗？对。你干嘛直接这个翻到外面去是怎样？摔出场外。都走。流量念流良，我有念错吗？没有，你是对的。真的吗？南港展览馆馆长掌管的官方网站是对的吗？哦。第二个。牛郎。这天是日本旅程的最后一晚，在旅程结束后，也是时候收拾心情，完成剩下的加班台时数。因为我加班台已经进去24小时倒数，我终于看到那数字不是几天，你知道吗？我想说，我想要找小聂陪我全程的这个加班台的伙伴一起在镜头前，我们一起倒数欢呼，然后拉个响炮啊那些的。但结果没想到的是，我那个加班台那个倒数时间一直在无限不断的轮回，原本剩24小时，然后剩10小时，然后终于要进去可能6小时倒数的时候，又回到10小时，无限循环，连续好几天。这其实我蛮对不起小聂的，因为小聂他其实也想要在镜头前陪到加班台结束的那一刻，他有些工作还特别有请假，或者是先往后延。然后我们一直想说，拜托赶快结束，没办法结束，好，没关系，满足大家期待，就再盯下去。然后又快结束，又还没结束，就是加班台剩下最后几小时，我已经坐在电脑前，等待着结束的那一刻。辛苦啊，各位，辛苦了。虽然途中还是有不少观众尝试抖内增加直播时间，我就不信。OK， 吴承谦，行啊。但已经造成不到太大影响。吴承谦就是想让我下班，没问题。那这有可能是我们最后的转盘吗？Holy shit！ 前3小，我还没下班，还有42分钟。现在是凌晨5点多，现场有800多位观众在同时观看直播，一同见证了加班台结束的那一刻。我要当你认证的2。来，你以为我怕吗？我不怕。等下减1小。等我下班了吗？下班，各位，我下班了，我转到减1小，我要醒着下班。各位，这5天下来，这是我最想要做的事。49天加班台结束了，好啦，感谢各位。我要做一个我一直很想做的事，各位，我要送给你们一个最真诚的拥抱，各位，下班。好了，各位，感谢大家对于这次加班台的支持，就这样，拜拜。嗯。